如果蚊子彻底灭绝，人类会彻底幸福吗？答案颠覆90%人的认知。夏夜空调微凉，睡意正浓时，一阵刺耳的嗡嗡声突然在耳边盘旋，你瞬间清醒，抬手一拍，心底只剩一个念头，真想把全世界的蚊子彻底消灭，一只不留。这个想法人人都有，且无比正常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蚊子是地球上杀人最多的动物，狮子、毒蛇、鳄鱼、鲨鱼，所有猛兽每年致死人数加起来都不及蚊子的零头。它通过传播疟疾、登革热、黄热病、寨卡病毒，每年夺走全球超70万条生命，让数千万家庭饱受病痛，深陷贫困。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，只要蚊子彻底灭绝，地球就是无病天堂，人类将彻底获胜。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被生态学证实的反常识真相。如果蚊子一夜之间全部消失，人类不仅不会幸福，还会遭遇全方位的生态连锁灾难。平价巧克力会彻底消失，池塘鱼虾绝迹，北极冰川加速融化，甚至人类攻克绝症的关键密码也会永久遗失。小小的蚊子从来不是多余的害虫，而是支撑地球生态的关键支点。今天我们逐层推演，讲透这层颠覆认知的真相。我们先客观看待，蚊子灭绝确实有巨大利好。全球3500多种蚊子若全部清零，所有蚊媒传染病将彻底消失，每年数十万生命得以保全，热带疫区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，劳动力回归，地区经济也能迎来发展转机。甚至人类历史格局都曾被蚊子改写。古罗马晚期，城郊沼泽疟疾泛滥，人口锐减，军队战力崩塌，加速了帝国衰落。拿破仑远征海地时，2万精锐法军未战死沙场，全部因黄热病覆灭，直接终结了法国的美洲殖民版图。单从人类生存角度，灭蚊看似是稳赚不赔的好事，但这正是大众最大的认知误区。跳出人类视角，蚊子灭绝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直接砸在普通人的餐桌上。绝大多数人对蚊子的认知都是错的。全球3000多种蚊子里，真正吸血的仅200种左右，且只有繁殖期的雌蚊为补充蛋白质育卵才会叮咬人类，剩下95%蚊子终生不吸血。雄蚊和非繁殖期雌蚊只吸食花蜜、植物汁液，和蜜蜂、蝴蝶一样，是自然界重要的传粉昆虫。更关键的是，部分热带植物花朵极小，结构复杂，蜜蜂、蝴蝶体型过大，无法授粉，只能依靠体型微小的蚊类、猛类完成繁育。我们日常吃的巧克力核心原料可可豆高度依赖这类昆虫。中南美洲的可可树花朵细碎且构造特殊，藕类是它唯一的核心授粉媒介。一旦蚊子、猛类种群崩溃，可可树结果率断崖式下跌，全球可可豆产量直接腰斩。届时10几块钱的平价黑巧克力将彻底消失，可可价格暴涨，巧克力会从大众零食变成普通人消费不起的轻奢品。消灭蚊子，最先消失的不是病痛，是我们生活里触手可及的甜蜜。第二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直接牵动全球气候，北极生态彻底失衡。很多人以为冰天雪地的北极和蚊子无关，实则大错特错。北纬60度以上的北极冻原，夏季冰雪消融后遍地浅水洼，是蚊子的天然繁殖场。每到夏季，北极蚊子铺天盖地，驯鹿、驼鹿被叮咬得无处躲藏，只能狂奔避险。可一旦蚊子彻底灭绝，北极生态将层层崩塌。首先，海量蚊子幼虫孑绝消失，北极淡水小鱼、候鸟失去核心高蛋白食物，鱼苗、幼鸟大规模饿死。其次，鱼类锐减，红颈瓣璞玉等候鸟无法囤积迁徙脂肪，跨洲飞行途中批量死亡。再者，候鸟大幅减少，迁徙洒落的粪便锐减，北极苔原失去关键天然养分，植被大面积退化。植被失衡后，驯鹿被迫改变迁徙路线，局部过度啃食导致草场退化，冻土裸露。裸露的冻土吸热能力大幅提升，永久冻土层加速消融，释放巨量甲烷与二氧化碳，直接加剧全球变暖。一只小小的蚊子默默守住了北极的生态平衡，稳住了地球的气候稳态。如果说食物、气候的影响还不够震撼，蚊子藏着的终极价值是关乎人类绝症攻坚的医学密码。很多人疑惑，蚊子体内携带上百种致命病毒，为何自己从不生病？这并非普通冷知识，而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顶级进化成果。科学家发现，蚊子拥有一套独一无二的天然免疫机制，和人类完全不同。人类对抗病毒靠免疫系统硬刚，发烧、发炎、杀敌自损，
蚊子则是与病毒和平共存，能精准调控病毒复制速度，让病毒安静蛰伏在体内，不扩散，不引发炎症。这种与高危病毒共生且不发病的能力是哺乳动物不具备的。如今全球多家顶级实验室都在深耕蚊子的免疫基因，用来破解癌细胞免疫逃逸、慢性炎症失控、疑难血液病等医学难题。蚊子是人类对抗绝症的天然基因库，彻底灭蚊相当于删除了地球2亿年的进化成果，大量疑难病症的科研方向会被直接堵死。很多人固执地认为蚊子一无是处，消灭它就是为民除害，但真实的自然生态从来不是非黑即白。蚊子不是大自然的 bug， 而是生态网络的核心承重柱，撑起了底层食物链、植被平衡、气候循环和珍贵生物基因。强行根除蚊子，生态系统不会自动修复，只会全方位崩塌，持续反噬。生态平衡的逻辑很好理解，蚊子是蝙蝠、蜻蜓、鸟类最稳定的主食。蚊子消失后，这些捕食者会疯狂捕食蜜蜂、飞蛾等无害昆虫，导致小众昆虫快速灭绝。传粉昆虫减少，野生植物减产，啮齿类、食草动物食物短缺，层层传导之下，美洲豹、蟒蛇等顶级野生动物种群也会大幅衰退。看似翠绿的雨林，内部生态早已千疮百孔。看到这里，很多人会疑惑，难道我们只能任由蚊子叮咬传播疾病，毫无办法吗？其实人类早已掌握彻底灭蚊的基因驱动技术，却被全球科学界集体叫停。这项技术的原理是人工改造雄性蚊子，使其携带后代致死基因。雄蚊不咬人，只负责交配，与雌蚊交配后，虫卵无法发育成年，短短几个繁殖季就能清空区域内蚊子种群。技术早已试验成功，但前文所有的生态连锁灾难让科学家不敢按下终极按钮。如今全球主流科研都秉持更高级的生态逻辑，不消灭物种，只消灭伤害。科学家通过精准技术改造蚊子，实现人与蚊子的平衡共存，植入沃尔巴克氏体共生菌，阻断病毒复制，让蚊子无法传播登革热、寨卡，编辑雌蚊基因，让其失去吸血能力，仅保留传粉功能，改造蚊子嗅觉，使其主动规避人类气味。简单来说，让蚊子继续存活，继续承担传粉、维系食物链的生态使命，同时彻底失去伤人传病的能力。这才是科学的本质，精准解决问题，而非粗暴毁灭。蚊子在地球存活了 1.7 亿年，熬过恐龙灭绝、冰河世纪，历经无数地质灾难，而人类文明史连它的零头都不到。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我们，很容易滋生傲慢，仅凭自身好恶就想彻底消灭让自己不适的物种。但生态学永远在提醒我们，大自然不是可以随意拆解的积木，而是一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精密巨网。你剪断一根看似碍事的丝线，整张网的平衡都会被打破，最终所有反噬都会落回人类身上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如果现在有一个按钮能一键灭绝全球蚊子，看完今天的推演，你的手还敢按下去吗？我想大部分人已经犹豫了。这就是科普的意义，打破片面偏见，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，敬畏每一个生灵。核心总结： 1. 蚊子灭绝弊远大于利，会斩断热带作物授粉链，崩塌北极食物链，加速全球变暖，引发连锁生态灾难。2. 蚊子并非纯粹害虫，是关键传粉者，底层食物链核心，更是人类攻坚绝症的天然基因宝库。3. 最优解不是粗暴灭种，而是基因精准改造，消除蚊子的致病威胁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这期视频里哪个知识点最颠覆你的认知？是巧克力会涨价，北极冰川融化，还是蚊子藏着抗癌密码？如果有技术能让你家方圆500米无蚊，且不影响全球生态，你愿意尝试吗？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喜欢这种颠覆认知的硬核脑洞科普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铃铛。我们下期见。